澳门有位大陆的女游客被一辆大巴撞倒，澳门警方判定司机无责，而女子及其同行人依法检控。是澳门的规则错了，还是我们对规则这个东西的认知太模糊了？先简单说一下事故。事情发生在2025年的5月24号，一位35岁的大陆女游客和女闺蜜徜徉在澳门的新马路上，可能是想要留住那似水的芳华。据说他们竟然在马路上秀起了狂人自拍，再然后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不幸中的万幸。其中一位被一辆正常行驶的10路大巴车给撞了，导致后脑勺撕裂。之所谓万幸，并不是本人故意嘲笑这位盛世佳人，而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生命危险。但万幸中的不幸则是本次事件的关注重点，那就是出院后这位淑女并未像在大陆一样得到司机的赔偿，而是被澳门警方直接检控。那么澳门警方为什么就不能跟咱们这边学学人道主义精神？人家是大家闺秀，人家是盛世佳颜，人家是行人，所以人家是弱势群体。你们有没有公德心啊？不赔就算了，还检控。于是我忍不住帮你们查查香港的处理方法。2009年的香港，一名老妇人横穿马路被撞身亡，法庭判司机无责，并表明必须尊重道路规则，不能一味指责车辆。香港还有一项行人违规专项行动，每年执法1万人以上，罚款最高2000块，不看谁受伤，只看谁违章。原本我还打算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相关法律和执行惯例进行一一列举，但是迫于玻璃心的人太多，害怕有人又说我异零。回看我们到底在怕什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是这样规定的，当然也规定了例外与最少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哪怕你能证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违法，并且机动车没错，也要承担最高10%的赔偿责任。周星驰电影《生死关》中，省城最大银号的老板陈祥富的儿子陈大文打死了开烟馆的老板张彪的儿子张小四，聘请大状师宋世杰为儿子陈大文辩护。古人都知道杀人偿命吧，但是宋状师素来就有黑白颠倒的能力，最终却以杀人者陈大文反告被杀者张小四故意伤人罪审理。这里的重点是，昏庸无能的胡大人在审理案件时毫无主心骨，状师说什么都对，对于原被告双方也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可以预见，这样的狗官在判案时也难免会出现原被告各打50大板的情形。他的目的，请允许我用宝盖头的他的目的就是在位之时顺遂无忧，退位之时告老还乡，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民不告，官不究，民若告，到江湖，视公序良俗为无物，以公平正义为奢谈。周星驰的电影就当笑料吧，我只是发神经一说而已，大家别当真啊。10%的赔偿责任，有人说是出于保护的本意，但现实中却逐渐演化为一种默认逻辑。什么逻辑呢？你是司机，你就该让，人不管怎么走，车永远都有错，我违规你担责。慢慢的，行人不再敬畏规则，司机不再相信公正。说到这里，有人就说了，你自己或者全家被车撞了，你就知道咱们的制度有多好了。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天天开车骑摩托啥的，哪里知道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弱势？可是说这话的人是不是逻辑思维有问题呢？我虽然每天开车或者骑摩托，但是我也有走路的时候，就算我不扶老太太过马路，也得接娃放学。从逻辑上来讲，每个人都不断的变换自己作为交通参与者的姿态不是身份，是参与交通的形式。底层逻辑上，我们作为人的身份是不变的，只要路是人走的，车是人开的，参与交通的主体就是人，就是无可争议。就好像拿刀的把拿枪的人杀了，那么即使刀的杀伤力相比枪更加弱势，并不影响法官对拿刀的人杀人事实的判定。而所谓强势和弱势来区分法律的边界，难道不是执法不公或者推卸责任吗？以安定一切作为检验规则的唯一标准，最终次次以所谓的强者买单。那么
到底谁是强者？我经常举一个思想实验的例子。有一天，某位首富闯红灯，行走在斑马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死。如果按照强弱思维，是不是要判司机有责？如果司机能够列举出首富违法的证据，是否也要承担10%的责任？那么好了，如果对方家人不追究也罢，追究了，他们家受影响的家人相关赔付，是不是其中至少10%永远与司机有法律责任的关系？而更可笑的重点是，到底首富是强者还是卡车司机？交通参与中，任何强弱排除人的本质不谈，就是不公平。你以为澳门这件事儿撞的是一个大陆来的女子吗？其实撞的是我们倒浆湖式的责任判定。规则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边界在哪里。一个真正安全的社会，不是让最弱的人为所欲为，而是让所有人都尊重规则。否则有一天，当雪花落下，保不成你我任意谁都有可能是那个受害者。我是大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遇到的交通争议，一键3连，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问题。